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快乐跟幸福。快乐跟幸福常常我们都挂在嘴边，写在卡片上，或在很多的简讯里面，我们都会记得祝对方快乐、幸福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快乐跟幸福是不一样的哦。大家就会问了，快乐跟幸福有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原来快乐跟幸福是在哲学意义上有不同的哦。幸福感源自于古希腊哲学，当时有2大学派，一派是快乐主义，一派是幸福主义。快乐主义 hedonism， 幸福主义 eudaimonism， 所以国内也有把它翻译成快乐论与幸福论，它讲的是一样的内涵。那么快乐主义它的代表的学者，他认为生存是要避开痛苦而去寻求快乐的感受，所以他谈的是比较感官层次的快乐的感觉跟感受。但亚里士多德这一派代表的幸福论跟幸福主义，他们认为要理性积极去追求至善的这样的境界，我们个体也会倾向于去追求自身的潜能的实现，所以在深度深层的比较上来看的话，幸福论它会是比较一种长期持续的永久的一种感受。西方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关键文献，那么就是1969年 Bradburn 他的研究。这份研究一个重要的发现，就发现到正向情感跟负向情感的存在。而且他的研究从过去心理学专注在心理疾病的对象，转换到心理健康人的身上，针对这些对象去做的研究，发现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，那就是心理幸福感这个变项。延续了 Bradburn 的古典研究，到了1984年，当代的观点发现了不一样的研究的结果。他们认为正向情感跟负面情感应该是2个不同的向度，而不是会是在一条光谱的线上的2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从负向情感到没有负向情感，左边的这一段看起来，如果他原来是有心情忧郁的状态，经过治疗，他可能到了没有心情忧郁的状态，但也不代表他就能够感受到正向的幸福哦。所以后面这一段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透过学习、透过教育、透过引导的方式来增进一个人的主观的幸福感受，所以也对我们的正向教育、正向教养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跟依据。后来就有学者对于幸福感到底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，对于它的组成产生了研究的兴趣，所以根据1997年 Diner and Sue 他发现了这几个面向关于幸福的影响因素，而到了2002年，正向心理学的创始人 Seligman 他又加上了快乐感跟生活满意度这几个面向。根据我们刚刚幸福感的组成这些面向，老师就想要问问大家咯，如果我们从自我、他人到环境这3个层面的面向来看，你们认为有哪一些是跟自我的内在因素有关的呢？自主感、生命意义、潜能的实现、自我接纳。那么有哪些是跟他人相关呢？与他人的正向关系。有什么因素是与环境有关？环境掌控。所以咯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结论，自己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关键要素？所以人文与正向教育是不是应该要从自己自我开始，向内探索反思，然后呢逐渐的去建构出来我们的幸福方程式呢？好，准备。老师，你不要再补充正常人啊！我又讲正常人啦，重讲。你要全部讲完才开始问吗？对啊。我少讲了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好笑哦。